婆婆得了肝病，儿媳自愿捐肝给婆婆救命。手术后，儿媳的病床前却无人照顾，丈夫和小姑子整天陪婆婆，直到晚上，丈夫才来看妻子。原来丈夫只是想和她亲近，但没注意到她的伤口还没愈合，稍不注意就会裂开。幽香因为伤口疼痛，不得不拒绝丈夫的请求。出院当天，丈夫和小姑子都说有事，没人来接幽香出院，她只能一个人拎着大包回家。幽香的伤口还没完全好，不时地感到疼痛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坚持做好一桌饭，等丈夫回来。但等来的不是丈夫，而是婆婆和大姑子的离婚要求。婆婆说幽香拒绝和丈夫同房，要求她签离婚协议。幽香马上解释自己刚做了肝脏手术，伤口还没愈合，她希望能当面向丈夫说明情况。婆婆说儿子已经去美国出差了。这样一来，幽香连丈夫面都没见到，糊里糊涂的就同意了离婚。她一直想亲自问丈夫，到底是谁提的离婚。幽香十分悲痛，她想跟婆婆和小姑子解释，希望能撤销离婚。可能她还不知道吧，她不过是个为肝脏手术准备的工具。幽香看到餐桌上还坐着一个陌生女人，接着又听到了婴儿的哭声。原来这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才是他们真正的儿媳。他们接近幽香的目的只是为了给婆婆移植肝脏。工具是啥意思？说什么骗不骗？我是中村的妻子。幽香惊呆了，她从没料到会被丈夫、婆婆和小姑子联手骗了。但幽香还是想亲口问问中村，这一切是不是真的。可现在中村在美国参加我爸公司的新项目，你爱过他对吧？那拿出你的肝又如何呢？快把这人赶走。幽香打了无数个电话，中村都没接听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1年前，幽香的妈妈因癌病危，正伤心欲绝的她遇见了中村，两人很快成了恋人。中村的承诺让幽香以为他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。两人刚新婚不久，婆婆就因肝病住院，需要捐肝才能活下来。幽香刚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苦，于是主动提出捐赠肝脏。幸运的是，她的肝脏正好和婆婆匹配。其实这是中村一家提前调查的。在手术的当天，隔壁手术室也在生孩子，看到孩子头了，再深吸一口气。幽香舍得捐肝救婆婆，现在反而被抛弃。可更讽刺的是，被抛弃后她居然发现怀孕了。当得知自己怀孕时，说实话我也犹豫，但我还是决定和这个唯一的亲人一起活下去。她选择生下孩子并独自抚养，一边打工挣钱，一边供孩子读书。因为付不起房租，幽香被房东赶走。人生最绝望的时候，她甚至想过自我了断，但婴儿的哭声打断了她的念头。这时幽香遇到生命中的贵人，卖花阿姨收留了她和孩子，住进了花店。幽香努力工作来报答阿姨。一转眼5年已经过去，她已经走出了阴霾，和儿子迎来了新生活。那天儿子在马路上差点被车撞，从车里走出来的女人竟然是中村的妻子。没想到5年后又见面了。这时中村也从车里走出来，面对那个曾经给他母亲捐肝的女人，中村一句谢谢都没说，反而更在意自己车有没有被刮。5年来，幽香一直放不下，她还是想问清楚中村，自己是不是被利用了？你追我，真的是为了我的肝吗？这样说出去不好听，难道移植不是你自愿的吗？我没有逼你做什么。中村公布了当年的录音，幽香自愿给婆婆捐肝脏。从一开始，中村接近幽香只是为了救母亲，他从没爱过幽香。儿子刚买的棒棒糖被车压碎了，从这一刻起，幽香终于放下心结，彻底黑化。
他烧掉了珍藏5年的照片，心里发誓一定要让曾经伤害他的人付出代价，包括中村、他的妻子、婆婆和小姑子。幽香摸了摸肚上的疤痕，画上了精致的妆容，他的复仇之路正式开始。幽香变了模样，出现在酒吧里，瞬间成了全场的焦点。他面前的男人将是他复仇的第一个目标。前阵子，幽香听说小姑子快结婚了，于是打算先对她下手。这个戴眼镜的男人就是小姑子未婚夫。幽香没和他多聊，对视一会儿后就离开了。他知道眼镜男会来找他，他悄悄在他买的花里放了张卡片，然后他假装不知道地问他是不是买给女友的，可眼镜男一直到离开都没承认。我带糖来喽，这个是给幽香小姐的。眼镜男好慢才到了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给你。当小姑子看到花时，发现了里面的卡片，上面清楚地写着我喜欢你。她以为是未婚夫在表白，但眼镜男却认定这是幽香写给他的。小姑子立刻回家向家人炫耀，说未婚夫送的花多么好看，你怎么看？真的很漂亮，那人可是迷得我神魂颠倒呢。现在还有人会做这种事吗？其实眼镜男正站在花店门口，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纸条上写的什么。幽香在这边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，见眼镜男上钩了，便答应了眼镜男邀约去喝酒。可当眼镜男踏进花店时，看到幽香被黄毛搭讪，心中顿时醋意大发。幽香轻而易举地掌控了眼镜男的情绪，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幽香精心策划的。黄毛其实是他在健身房的私教，稍微推波助澜，对方就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来，成了挑拨眼镜男嫉妒的工具。同时，黄毛也是幽香复仇的一部分，他是中村老婆琉璃子的秘密情人。黄毛想买件新衣服，琉璃子表示马上转钱。黄毛转身就给幽香发出约会邀请。晚上喝酒时，幽香再次穿上性感礼服，眼镜男被撩拨得心痒痒，迫不及待地问幽香，卡片上的内容是不是写给他的？我要是说是呢，你会干嘛？未婚妻来电话，他直接给挂了。幽香非常了解男人，他爱昆虫，幽香就装作也喜欢。在他最得意的时候，幽香突然就走了。等等等等，我们还能见吗？这不取决于病川先生你吗？要是还能再见就好了。眼镜男现在已经彻底迷失了。幽香走后，他才接了未婚妻的电话。小姑子希望明天聚会上，他正式向未婚妻求婚。虽然他表面很顺从，但心里却对未婚妻越来越反感。第二天去聚会路上，小姑子让眼镜男处理掉那些虫子，他可不想和那些东西一起住。和幽香通情达理相比，未婚妻越发让人难受，想到就起鸡皮疙瘩。你真让我和那人住一起吗？小姑子叫来了亲朋好友，想让未婚夫当众求婚。然而眼镜男正要开口，幽香恰好撑伞路过，他的目光马上被他吸引。幽香回头的一瞬间，眼镜男一个眼神便做了决定。那我来说吧，我们要结婚了。对不起，红子，不能结婚，对不起。小姑子此时已成笑柄。看着眼镜男打来的电话，幽香知道小姑子现在肯定难受。这只是复仇的开始，她没想到中村会找上门来。你还干嘛？当然是买花呀。中村说是来给母亲买花，却总在谈肝脏的事。幽香瞬间想起5年前的代价，伤口突然剧痛。看到中村选的花束，幽香更觉得嘲讽。那是中村当年用来求婚的鸡冠花，象征着真爱。现在中村却把它放在办公室当装饰，现在还不是对中村报仇的最佳时机。我还会回来的。房东不知道两人是什么关系，
但他看得出幽香的状态很不好，于是暗下决心不会再让中村伤害幽香。回到办公室的中村，一想到幽香当时的态度，他便感觉很舒心。和幽香意外见面后，他立刻派人暗中调查，不仅知道了幽香的住所，还了解到他正在对家人进行报复。幽香搞不清中村的意图，但他不打算停下报复的步伐。接着他要让琉璃子名声扫地。他知道黄毛是琉璃子最在乎的人，所以第一步是把黄毛抢过来。当琉璃子来健身房找黄毛时，却看到黄毛亲密地压在幽香身上，而幽香也不再掩饰，一脸戏谑地望着他。他故意在琉璃子面前靠近黄毛，不仅是为了让琉璃子感到爱人被抢走的痛苦，更想看到他慌乱的样子。而琉璃子也被幽香搞得心烦意乱，他急切地想弄清楚幽香和黄毛的关系。为了讨好富婆，黄毛假装一脸无辜，解释说幽香只是刚来的学员，他可不想因为幽香失去经济来源。但琉璃子的反应让他起了疑心，觉得幽香是故意接近的。刚哄好琉璃子，黄毛就收到幽香同意约会的信息，他心里立刻打起了主意。幽香回到花店，看到房东竟然在。最近房东一直陪儿子，他慢慢对房东产生好感。房东的幽默让他找到久违的快乐。就在这时，眼镜男又打来电话。自从他搅黄小姑子的婚礼后，眼镜男就一直缠着他。这些天他一直在躲避，却没想到小姑子在恶婆婆的帮忙下，很快就摆脱了困境。利用眼镜男爱面子的性格，在人前装柔弱。由于幽香的冷漠，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复合。这时，幽香身穿清新装扮，来到了与黄毛约定的地方。他想让琉璃子也体会爱人离开的痛苦。幽香知道黄毛喜欢清秀的女生，所以他一直装得很天真。就在黄毛情绪最激动的时候，他假装说店长找他，其实是在看黄毛的反应。黄毛马上表示要送幽香回去。见黄毛上钩，幽香稍微推辞了一下就同意了。不知道的是，他们的举动都被中村派来的人盯着。经过花店时，黄毛没停，反而加速驶向郊区。幽香这时已经有些紧张，他不知道黄毛到底想干嘛，只能说他急着回店里。但黄毛怎么可能放他走？黄毛对幽香说自己不在意琉璃子的事，直接让他冷汗直冒。难道自己露馅了？他想知道琉璃子到底透露了什么，可黄毛却开始动手动脚。这时，房东和花店老板都很担心，接小孩的时间到了，幽香还没回来，电话也不接，这让他们很担忧。这时，房东突然想到，刚才经过花店的车上有个人长得像幽香，他马上骑车去追。而中村看着买来的花，直接抓住了。随着鲜花被捏，似乎象征着幽香的悲惨结局。难道黄毛也是他安排的？幽香瞅准机会逃脱了，黄毛正要捉他回去，关键时刻房东救了他。他面对房东的关心，却显得很烦躁。幽香不希望外人插手，但他不知道房东会成为报仇的关键。回想起被黄毛压制的恐惧，他感到极度懊恼。明明早就下定决心去地狱，关键时刻却临阵脱逃。为了弥补当时的错误，幽香又接触了黄毛，不仅更积极主动，还趁机表白，说当时是因为听到琉璃子害怕才走的，毕竟前阵子他被琉璃子骂了。幽香突然的告白，让黄毛心有些动摇，甚至在琉璃子身边也显得心不在焉。琉璃子以为黄毛因为还没名分不开心，就安慰他说一切都得慢慢来。黄毛好奇地问，中村难道不会生气吗？没想到琉璃子却说中村根本就不喜欢他。黄毛依旧心不在焉，他假装不付买手机的钱。黄毛这才打起精神，
声称没有他自己过不下去。琉璃子这才露出笑容，却不知道黄毛心里根本没想着他。幽香上班时，店长突然让他去给顾客送花，说这是订婚宴上要用的。旅途顺利。等幽香到酒店时，听到有人喊他：“你能帮我拿一下吗？”中村看到幽香和眼镜男的照片，就明白了他的报复计划。今天是眼镜男和他妹妹的订婚日，订花束是为了告诉幽香，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。我妹妹以后就拜托你们了，婚礼的花束也请在这家花店订吧。这提议不错呀。幽香看见大家都是一脸祥和，腹部的伤口瞬间剧痛。正当他离开时，中村却追出来了。想报仇吗？我知道你的一切行动，你以为我没发现？不管何时，你都是被抢的那个，这无法改变。他从未料到，计划全被中村识破，他只能希望那天救下的大叔能救他。对方为了报答幽香的救命之恩，决定帮他报仇。幽香小姐，我们一起吧。不仅私下调查了中村一家，还拟定了详细的复仇计划。他发现中村的母亲像极了他的初恋，于是决定从他下手。尽管幽香不想大叔插手，但在对方一再坚持下，他还是接受了他的帮助。利用别人的好意后，还能若无其事的生活，简直是无法无天的无赖。这时，眼镜男突然打电话过来，在大叔的鼓励下，他接了电话。我陪你一起。这一次，他决定不再逃避，即使付出一切，也要让中村一家付出代价。眼镜男约他明天见，他立刻答应了。他很好奇眼镜男如何解释，也好奇如果他不顾一切，即使中村知道了他的计划，真能阻止他复仇吗？我也很想见眼镜男。回到店里，房东又来了。想起之前的事，他有点不知所措。店长出面化解了他们的尴尬，建议他们带孩子去公园玩，毕竟他不想幽香陷在复仇的痛苦中。看到房东和孩子在一起的开心样子，他突然觉得很温馨。趁休息时，他为上次的事道歉。没事，别介意。意外的是，房东又要帮他。我也想帮你。他真不想让房东插手，于是又拒绝了。没想到对方突然表白：我喜欢幽香小姐，让我帮你吧。慢慢来没关系，如果你考虑一下，我会很开心。同时，琉璃子去健身房找黄毛，但黄毛提出分手。他说他已经喜欢上别人了。得知对方竟是幽香，他无法接受，那个被他们夫妻设计骗走肝脏的蠢货，竟敢抢走我的爱人。当年幽香被赶出去后，他就发现中村变了。尽管表面上对自己还是很亲密，但这些年他实际上连碰都不愿意碰自己，所以他把所有感情都寄托在黄毛身上。如今黄毛又被幽香抢走，他怎会不恨？不可原谅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北山幽香，他其实都看到了。幽香天性善良，即便复仇也只是以牙还牙。直到他看清了对方的行为，这是他的报复吗？老板知道花店名誉受损，心情难以承受并倒了，这让幽香除了内疚，更多的是对琉璃子的怨恨。为了让花店再开张，他亲手扯下那一张张的侮辱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。在复仇过程中，琉璃子的反击让他措手不及。他更没料到琉璃子会对黄毛下手。琉璃子污蔑黄毛利用职权对学员图谋不轨，还以家庭背景向健身房施压，黄毛因此成了复仇的牺牲品。他明白到自己根本斗不过有权有势的人，必须找到抵抗他们的力量。幽香知道房东对他有意，也曾幻想过和他一起生活的场景。这段时间的陪伴确实让他心动了，但现在他已无退路了。
所以他向房东吐露了一切。什么复仇？和那男人结婚时，我母亲正巧去世，而他娶我是为了母亲的肝脏移植，所以不能跟小丽先生交往。我不想牵连更多的人。晚上，幽香给眼镜男发短信，约他明天在酒店见。前不久，眼镜男来花店找幽香，他才知道他家世显赫。他和小姑子结婚是为了家族联姻。幽香曾因为眼镜男的真情，心生怜悯，而现在他是复仇的最好工具。另一边，大叔进展顺利。中村的母亲是舞蹈老师，大叔通过报名学舞蹈接近她，然后巧妙地展开追求，一步步让对方进入自己布的局。晚上，房东在酒店和客户谈事，离开时意外碰到幽香，他赶紧追了上去。可当他靠近时，看到幽香挽着眼镜男的手臂，他瞬间觉得自己要崩溃了。幽香没料到会在这里遇见他，但他已经下定决心，只能走到最后。幽香又涂了亮丽的口红，他必须承认一瞬间心动了。但当他脱下衣服，摸到肚子上的疤痕，回想起被骗婚骗肝的经历，他只剩对这一家的深仇大恨，只想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即便万众唾骂或者深陷泥潭，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踏出了那一步。房东此刻麻木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没想到幽香为复仇能做到这种地步。幽香为了报复前夫一家，不惜和小姑子的未婚夫共度一夜，这不仅让他拿到了眼镜男一家的权利，还剥夺了小姑子的幸福。很快，小姑子接到了眼镜男的分手电话。起初他以为对方是开玩笑，挂断电话后，他才意识到事情是真的。他立刻去了眼镜男的公司，想要问个明白，你今天电话里的话是认真的吗？但是眼镜男的回答让他心如冰冻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眼镜男开始还想给他留点面子，只是说两人不适合，我们分手吧。但自尊心受伤的他却威胁眼镜男，若坚持分手，就让哥哥整他家公司。这反而让眼镜男毫无愧疚，甚至感到厌恶。话说出口，等等，小姐别这样。他的狼狈模样全被附近的幽香看见，复仇的快感令他非常满足，却不知中村早已拿到了亲子鉴定，得知杰人是他的儿子。自从他再次见到幽香，杰人就让他在意起来。于是他派人暗中收集了杰人的头发。然而还没来得及开心，却看到幽香和眼镜男开房的照片，瞬间感到无比愤怒。就连妹妹的诉苦电话他也挂断了。他无法忍受幽香的背叛，毕竟自己如此深爱她。与此同时，琉璃子也准备对幽香开战。他先是用计让黄毛破产，然后再出现伸出援手。在金钱得诱惑之下，黄毛终究屈服在琉璃子脚下。见到黄毛回来了，他马上去幽香的花店。你好呀，我想买些花庆祝新工作。他原本是团队的领导，因为某人的缘故失去了工作，真是太遗憾了。花束的设计随你吧。我知道了。琉璃子告诉幽香，黄毛以后会在私人会所工作，那里他见不到黄毛。然后他又递给幽香小费，讽刺他穷。虽然幽香表面生气，但心里其实很高兴。他没想到琉璃子会这么快进了圈套。小姑子被甩后天天喝酒，曾经她只是对眼镜男的家庭条件感兴趣，但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早已心动。正准备发信息挽回时，收到一条消息，他发现了一件趣事。此时琉璃子和黄毛在餐厅吃饭，黄毛突然对中村感到好奇，他想知道琉璃子为何要嫁给中村。琉璃子告诉他，是因为中村的眼神，中村的眼睛里总是没有笑容，这反而让他更想保护他。但这么多年，他始终没能让中村敞开心扉，
所以他感觉很疲惫。还好这时候遇见了黄毛。说到情深时，琉璃子有些心动。可正当两人亲吻时，却忽然传来拍照的声音。不可以哦，小姑子。没想到琉璃子竟然出轨了，是你老公妹妹吗？猜对了。没人注意到鱼缸后的幽香，原来他一直在跟踪两人。他们一进情侣餐厅，他马上通过社交媒体告诉小姑子琉璃子出轨的情况。他知道小姑子现在急需发泄，一定会赶来捉奸。眼前的这幕让他很满意。大叔那边也挺顺利。一开始中村母亲对他有些怀疑，但经过一番深情表白后，还是让一直单身的他动了心。一切都按他的计划顺利进行。这一刻，幽香的复仇正式开始。中村的幸福结束了。